我发現大齡剩女真的太卷了。我去年不要車子，不要房子，不要彩禮都沒嫁出去。我今年打算努力攒錢了，大概攒個8萬左右吧。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嫁不出去，但我今年打算倒貼8萬塊錢，因為大齡剩女真的太卷了。我覺得沒錢真別結婚，你結了婚，老婆也會跑掉的。不要憑裡子這麼多，因為他你沒錢你結啥婚呀，對吧？嘴巴說你沒錢你就算娶到了老婆，生了小孩，老婆也會跟你離婚的嘛。我44歲，沒有結過婚，沒有生過小孩。雖然年齡有點大，但是我結婚不要車，不要房，也不要彩禮，也不要3金5金，我還可以倒貼彩禮。但是我有3個小小的要求：第一，要生一個小孩，因為我特別喜歡小孩子；第二，不家暴，不背叛；第三，一定要孝敬雙方的父母。這3個要求不高吧？現在在北京，不止很多沒積蓄的男性對婚姻望而卻步，就連手裡有幾十萬、上百萬存款的男性也滿是猶豫。他們攢下這些錢要付出無數辛苦，可一結婚，積蓄轉眼就沒了。想再攢回同等的家底，難如登天。更現實的是，錢花了能過好也就罷了，怕就怕錢耗光了，日子只剩爭吵埋怨，最後還是離婚收場，落得竹籃打水一場空。婚姻變數太大，人心不可控，這才是大家不敢結婚的核心。本來說好的10萬塊錢彩禮，但是呢，昨天我閨蜜跟我說讓我再加10萬去試探一下我老公對我是不是真心的。沒想到我跟我老公一提了，然後他就說要跟我分手，這婚他不跟我結了。我真的是很無語，然後我就跟他說了，我說我只是想要試探一下你，但是我老公他就當真了，他說现在這個婚他不願意跟我結了。他說真正的感情是不能去試探的，有些事情你一試探的話，他就是沒有辦法挽回了。那我現在該怎麼辦啊？我今年45歲了啊，沒有結過婚，也沒有孩子。當初我不婚主義的代價終於來了哈，我是家中獨女，父母呢都在體制內工作，可以說從小到大哈就沒有說為生活操過心。直到40歲哈，爸爸生病2個月就走了，媽媽也因此呢大病了一場。那段時間呢，我每天都是醫院單位兩頭跑，連個幫忙的人都沒有，就第一次哈感覺到身心疲憊。有時候閒下來就想找個朋友傾訴一下，但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。博主說，就在那一刻，他第一次真正體會到什麼叫孤立無援。也正是在那時，他開始後悔自己沒有結婚。我都沒錢結什麼婚，那我就不要結婚了嗎？我們今天就來說一下年輕人對結婚的看法吧。你覺得殘妹妹仔多不多呀？現在哪還有女孩子願意進廠？基本上都是男的。那你還沒有女朋友咯？沒有。那你進廠不就是為了找個女朋友嗎？拉倒吧，養不起。可以啊，2個人可以一起努力啊。現在的人都這麼現實，你要是沒錢，誰跟你一起努力？你總不能拖累人家吧？那你以後總得要結婚啊。那我就不要結婚了嗎？那你不結婚不生小孩，以後怎麼辦嘞？那我生了小孩，那有小孩怎么辦？在中國的大城市裡，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，擁有自己的房子、車子，也有穩定體面的工作。對他們而言，婚姻早已不再像上一代人口中的那種房期飯票。根據中國統計年間2024數據估算，以適婚年齡人口為基準，北京未婚女性最多，約有223萬人，上海則以209萬人居次。這些女性大多希望找到條件更優秀的本地男性，但由於本地優質男性資源有限，因此不少人選擇保持單身。其實，那些有優渥條件的男性，在婚戀市場上多半更傾向選擇25歲左右的女性。因此，如果大齡女性不降低擇偶標準，就很難有結果。88年38歲，現在的大齡剩女徹底捲起來了，不要車，不要房，甚至還可以倒貼。哎，我就服了納了悶了，這樣也嫁不出去。我呢，我也可以不要，我也可以倒貼。什麼3金5金呢，車個房啊，我都不要。別人貼你個3萬5萬，我貼你個30萬50萬，你覺得怎麼樣？主要我就是想把自己給嫁出去。
在北京，大龄剩女最崩溃的瞬间，就是原来觉得配不上自己的人，其實呢，已是自己能摸到的天花板了。昨天有個90年的姑娘來我這兒報名相親，跟我倒了一肚子的苦水。去年她領導給她介紹了一個88年的男生，上市公司的高管，年薪是34萬，家裡的獨生子，就是淨身高呢，看着不到1.7米，長相呢也是扔在了人堆裡找不着的普通款。兩個人斷斷續續處了3個月，男生那邊呢特別積極，一心奔着結婚去。紅娘說，可等到男生想進一步確定兩人關係時，姑娘卻開始猶豫了。她嫌對方的長相和身高不夠理想，心裡想着自己或許還能遇到條件更好的。分手之後，她又陸續相親了7、8個男生，卻發現綜合條件竟然都不如第一個。她突然打聽了一下，才知道那位男生已經有了女朋友，兩人很快就要結婚了。姑娘這才追悔莫及，突然發現不想結婚真的只是我的一廂情願，因為這個真不是你想結就能結得成的。今天刷到一個視頻，講那個結婚需要花多少錢呢？我發現如果只靠我自己不靠父母的話，就是在我們那兒呀，我根本就結不起婚呢。網上都說那個江西的彩禮特別高，怎麼樣，其實我們阜陽真的是不遑多讓，特別是我們太和縣，彩禮基本上都是18.8萬呀，30多萬這樣子。博主說，他們父母最多能拿出10萬塊錢，他現在的工資只有6000塊，一個月能攢下來3000左右。如果要想攢夠30萬，起碼得9年，而這還只是彩禮的部分，車和房都還沒算進去。而他家裡既沒車也沒房，如果把車房都算上，一輛車按10萬算，在他們縣城買套房大概60、70萬，如果靠他自己，可能得攢到40、50歲才能湊齊。看來他只能當光棍了。35歲未婚，很多人奇怪我為什麼不抓緊時間相親結婚，而是在這裡搞什麼奇怪的重啟人生計劃。他們當然不會懂了，因為在他們的眼裡，女生過了30歲之後就是應該要被打折出售的商品。前段時間我有一個初中的男同學要把他的好哥們介紹給我，這個男生學歷不如我，收入不如我，外貌也不如我。我當時很氣憤，為什麼他要把這個男生介紹給我？博主說，後來他想明白了，這或許就是社會大眾對女性的一種普遍認知。在很多人眼裡，35歲以上的女性在婚戀市場上仿佛已經進入了被打折的階段。這種認知讓他既無奈又心酸。我今天打算開始去相親了，這次接觸的都是未婚同齡人，絕對沒有孩子。一共接觸了3個男生，每個都聊了1個星期以上了。一個是曾經在外企工作，學歷高，目前待業的；一個是開麵條店，收入還不錯的；還有一個是目前送外賣，但之前在廠子打工，有一技之長的。他們都說是很真誠的想找女朋友的，喜歡溫柔體貼、性格好、懂事的女生，而且也都是奔着結婚去的。今天先去見送外賣的小哥哥，畢竟我倆都是農村的，誰也不嫌棄誰。正好他說他今天有時間。像我們這種窮人，我覺得不結婚才是最好的選擇。我和我老婆結婚7年了，雖然感情一直很好，現在也有一個1歲的女兒，看似很幸福。但是昨天晚上我們兩個聊到一個話題，說如果重新選一次，還會結婚嗎？我們兩個答案都出奇的一致，都說不會。像我們普通人或者是窮人的婚姻，表面上看是情感的矛盾，其實100%就是因為窮。博主說，在沒生孩子之前，他和老婆2個人都有工作，收入雖然不算高，但日子過得還算輕鬆，錢也基本夠花。可自從孩子出生之後，一切都變了。現在只有他一個人掙錢，就要養活一家3口。每個月辛辛苦苦忙下來，到最後卻幾乎攢不下什麼錢。有時候去超市買點東西，還得反覆比較不同規格的價格，看看哪一種更划算。至於享受生活，更是想都不敢想，甚至連偶爾休息一下，心裡都會有一種負罪感。我1985年出生，今年41歲了，沒有結婚，沒有生過孩子，然後呢，每天基本上就上班下班，朝9晚6，有周6周日休息啊，生活沒有壓力，沒有負擔。因為我的工作的話也比較穩定，收入就是一個打工族的一個收入，基本上能過上小康的生活吧，無憂無慮，可以這麼說。然後今天呢是周4，一個非常普通的工作日。下班之後呢，我又覺得特別無聊，但是呢，身體又很乏。博主說，他一個人過得挺自在的，但有時候情緒也會低落，對什麼都提不起興趣，也不想跟任何人說話，
每當這種時候，他就會忍不住想，如果結了婚，生活會不會好一點？今天說這個話，可能很多人不贊同哈，但是我還是想說一句，窮人真的不要再結婚了，真的太慘了。我一個大学同學，去年是這個時候結的婚，然後當時他爸爸為了讓他結婚，然後去貸款，貸了將近100萬，光女方的彩禮都要了28.8萬，然後還首付給他們買了一套房子，這100萬還不包括这個房貸，然後還有這個彩禮、見面禮，還有改口費一系列的酒席，就是全部算下來，這100萬花了將近是所剩無幾的。我90年的未婚，真的沒機會好好找個對象結婚了嗎？你先不要着急，先坐下來慢慢說。你跟我說說你現在的擇偶標準，自己是覺得降了，還是只調整了一些自己不太在意的這些條件？我真的已經降很多了。我985畢業，國企正式工，1年到手20萬，房子車子都是全款，爸媽有退休金，不用我操心。我都不要求門當戶對了，就想找個條件稍微差一點的，踏踏實實過日子，怎麼就這麼難？這位女士說，她的要求並不高，只想找個本科學歷的男生就可以了，年收入在15到20萬之間，有房有車，不能有負債，自己是未婚，對方也必須是未婚，不能是离異的。红娘聽完後搖搖頭，說像這種條件不錯的男生，從來不缺年輕女孩主動靠近，他的標準還是偏高，需要適當放低一些。聽說了嗎？現在大齡女生啊，集體反水了，不聽毒雞湯，不要彩禮，只為脫單。前2年的好多女生張口就要市中心的大平層，閉口罵男生沒有一個好東西，可現在剩女就開始說，哎，我可以不要車，不要房，不要彩禮。是突然意識到真愛不需要用車房彩禮來證明，還是迫於现實壓力做出了退让？家人們，你們怎麼看？為什麼這麼多男的都希望20出頭的女孩子早點嫁人？但凡你要是想多學點東西，在社會上闖一闖，他們就會說小心30歲了當剩女，30多歲沒人要，30多歲不好生孩子。他們的底層邏輯其實非常簡單，一個是鎖定低成本的生育和家務勞動力。剛步入社會的女孩子更容易妥協，願意承擔更多的無償家務和育兒工作。等女性成熟獨立後，會更看重個人價值，不會輕易的選擇當免費保姆。其實女生在沒錢的時候也不想戀碰出愛情，因為覺得自己不夠格。我了解到的，像我自己是農村出來的嘛，然後我還沒出去呢，現在還在村裡呢。我的一個感受啊，在村裡面難免像我這麼大的，他們會有提的最多的話題就是找對象結婚呀，但是我內心會覺得不行，我還沒成長呢。不結婚你怎麼去解決你的情感需求呢？因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，就比如說对链接和親密感，它是有着深層的需求的。你如果說選擇單身，你相當於主動關掉了親密關係這個最主要的情感輸送口。就算說你有朋友，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朋友他是有自己的伴侶家人，你在他們的人生排序裡肯定不是首要的。而且朋友他是有流动性的，未来可能会搬家换城市转移重心。就我们直播间不知道有没有35歲的，就當你到了35歲、45歲，甚至是55歲的時候，你能夠約出來的朋友是肉眼可見的缺少的。所以那個時候你的情感輸送口在哪裡？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，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